谭松韵、侯明昊又被扒出同款细节，这次连衣服都像是共用一个衣柜。如果说娱乐圈里最容易让人上头的事情是什么，那一定不是官宣，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巧合。尤其是当两个人已经合作过一部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作品之后，只要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突然出现一些高度相似的元素，网友的雷达就会瞬间启动。最近，谭松韵和侯明昊又因为一组新照片引起了讨论，而这一次网友们关注的重点甚至不是两个人有没有同框，而是一个更加离谱的问题：怎么又是你们两个？有人看完照片之后直接调侃，妈妈只是发了一组新照片，结果大家却再次发现两个人好像又开始共用一个衣柜了。更有网友用一种非常形象的方式总结这种感觉：切同一块布，去同一家裁缝店，穿同一种风格，连扣子都像是钉在同一个地方。听起来很夸张，但当你把时间线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这种巧合感确实越来越强。这一次最先让网友注意到的就是谭松韵的新造型。照片里的她穿着一件简约的深色衬衫，整体风格没有特别复杂的装饰，却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高级感。长发随意垂落，神态放松，背景也是非常生活化的绿色环境，没有过度精修，也没有特别夸张的造型，反而正是这种轻松自然的感觉，让整组照片看起来特别有氛围。但问题来了，当粉丝把这组照片和侯明昊之前的一些造型放在一起之后，突然发现这两个人最近的穿衣路线好像又撞上了。同样是深色系，同样是简洁的衬衫，同样没有太多复杂配饰，甚至连整体给人的感觉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相似。于是网友们开始进入熟悉的侦探模式。 14.07 10.08 12.08几个不同时间点被重新翻出来之后，原本普通的穿搭细节突然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当然，单看一次完全可以说是巧合。娱乐圈明星穿黑色、灰色、白色衬衫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最让网友觉得好笑的地方在于，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撞风格了。而且每一次大家刚准备说一句巧合吧，下一次又会冒出新的细节。所以现在的网友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同款，他们开始玩起了更加夸张的比喻。有人说，这哪里是撞衫，这分明就是两个人一起去了同一家裁缝店。有人甚至直接调侃，别人家的 CP 是同框撒糖，他们两个倒好，不同框也能让粉丝找到共同点。最有意思的是，这种感觉和逍遥、17两个人留给观众的印象其实有一种奇妙的延续感。逍遥本身就是谭松韵和侯明昊的一次合作，两个人分别饰演逍遥和红叶，一个灵动，一个清冷，一个古灵精怪，一个气场强大。放在剧情里面，两个人的性格本身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反差。也正因为如此，当观众从剧里走出来之后，很多人还是会下意识关注两个人现实中的互动和同款细节。这就是 CP 文化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候真正让人上头的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那些到底是不是巧合的瞬间。你明明知道一件黑色衬衫并不能证明什么，你也知道明星之间出现相似造型本来就非常正常，但是当相似的颜色、相似的版型、相似的时间点、相似的氛围不断叠加之后，观众的大脑就会自动开始连线，于是一个普通的穿搭就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感。这也是为什么网友会说，妈妈每次一发新图，大家都不是先看她今天有多漂亮，而是第一时间开始找侯明昊呢？有没有出现在哪里？有没有同款？有没有类似颜色？有没有相似的构图？甚至连衣服上的小细节都不放过。而这一次最让人忍不住笑的就是那句切布一个摊，做衣服一个店，钉扣子一个地方。当然，这句话本身就是粉丝式调侃，它并不是在证明两个人真的穿了同一件衣服，但恰恰因为这种夸张表达非常符合网友的观察方式，所以一下子就把整个氛围拉满了。
尤其是当大家把两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他们现在的风格确实都有一种越来越自然的感觉，不再是为了制造所谓 CP 感而刻意安排，反而是各自正常发照片，各自选择自己的穿搭，然后粉丝自己在其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相似点。这种状态其实比直接营业更加容易让人产生讨论，因为刻意安排的东西，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真正让人上头的，反而是这种我什么都没说，但你们自己发现了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CP 粉特别喜欢观察明星的日常动态。他们并不一定要求两个人天天同框，有时候一张照片就够了，一个颜色就够了，一个日期就够了。甚至一句看起来毫无关系的话，都可能成为大家讨论半天的素材。而谭松韵和侯明昊这组照片之所以再次引起关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两个人之前合作留下的化学反应还没有完全消失。逍遥已经播完，但观众对于逍遥和红叶的记忆还在。剧中的故事有遗憾，有误会，也有情感上的拉扯。而到了戏外，两个人又各自继续工作，没有刻意天天绑定，没有不断制造话题，可是偶尔出现一些相似元素，就足以让观众再次想起他们曾经的组合。这就像是一部剧结束之后留下的售后彩蛋，你以为故事已经结束了，结果几个月之后，突然有人把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照片放在一起，然后评论区瞬间开始热闹。怎么又撞上了？这是巧合吗？谁还记得他们两个？为什么每次都能被扒出共同点？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别的 CP 需要营业，他们两个只需要正常穿衣服，粉丝自己就能剪出一部番外篇。不得不说，这届网友的想象力真的太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谭松韵和侯明昊这对合作组合确实给观众留下了足够深的记忆点。真正有讨论度的 CP 并不一定要天天同框，有时候分开之后依然有人愿意关注两个人的动态，愿意把他们曾经的细节重新翻出来，本身就是一种热度。而这种热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到底是真的巧合？到底只是同样喜欢深色系？还是因为两个人合作之后，观众对他们的相似点更加敏感？其实都可以，因为对于娱乐内容来说，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一定要把一个巧合解释成什么，而是这个巧合有没有让大家产生讨论，有没有让大家重新想起那段合作，有没有让粉丝看到照片的时候忍不住笑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次的同款观察已经成功了，尤其是那几个被网友反复提到的日期，更像是给这场大型侦探游戏增加了几个坐标点。14.07 10.08 12.08， 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是普通的时间节点，但被放在一起之后，就突然拥有了一种特别的故事感。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句，相似穿搭就是相似穿搭，它不能自动等于任何关系，也不能因为两个人拥有类似的服装风格，就得出更多结论。真正有趣的是粉丝们在这些细节里获得的快乐。毕竟追星有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并不需要一个标准答案，一个小小的巧合就可以开心一天，一张照片就可以重新回忆一部剧，一个熟悉的名字就可以让人想起那些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角色。所以当谭松韵下一次再发新照片的时候，相信评论区可能已经有人提前准备好了放大镜，衣服看一下，颜色看一下，日期看一下，背景看一下，然后再问一句，侯明昊，你是不是又在附近？而这大概就是谭松韵侯明昊是 CP 观察的魅力，他们不需要每一次都给出答案，因为真正热闹的地方从来都是答案出现之前。你觉得这一次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当同一种风格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两个人身上时，粉丝确实有理由忍不住喊一句，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如果你也是逍遥的观众，或者一直在关注谭松韵和侯明昊的最新动态，欢迎把你发现的细节留在评论区。到底是纯粹撞风格，还是又一次让 CP 粉集体开心的巧合？
我们就交给大家自己判断。也许下一次，网友真的会把同款衬衫